2026年一开年，立陶宛彻底慌了神了。他看着旁边的爱尔兰、加拿大、芬兰，还有那个曾经带头反华的大哥英国，一个个都在这个北京吃香的喝辣的，签大单谈合作，那是红光满面哦。他眼馋了呀，他心酸呀，口水都流了一地。他心里面琢磨，我也按门铃了呀，我也在那儿喊了呀，哎，怎么他们都进屋吃饺子去了，就我还在门口喝西北风呢？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你知道吗？这个立陶宛最近那是焦虑的不行哦，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转啊！尤其是那个什么新上任没多久的女总理，叫卢吉涅内的这个大妹子刚上台那会儿哇，那叫一个凶巴巴的呀，跟这个更年期提前了似的呀，对着这个议会拍着胸脯瞪着眼珠子发誓，我要向中国施压，我要让中国回应我们的提议，我不信治不了他们。哎，你听听这个话多逗啊！向中国施压，他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呀，觉得自己呢是在给中国机会呢，仿佛在说，哎，中国你看我在门口站半天了，我都松口了，你赶紧出来迎接我呀，再不出来我可要撒泼了。结果呢，咱们中国那是已读不回，甚至是根本没读，就把它当空气啊。这大妹子呼声就像是一块小石子扔进了太平洋，连个扑通的响都没听见，直接沉底了。特别是今年看着这么多的国家来中国，他更焦虑了。这不就在前2天1月29号，丹麦国王夫妇呢去这个立陶宛串门，立陶宛那个大高个总统叫什么瑙塞达，那是抓住了机会赶紧表态想让这个丹麦国王呢给带个话。他对这个丹麦国王说，哎呀，我们也想去北京我们也想跟着中国和好我们也不想这么僵着呀，但是吧，注意这个但是来了这才是全年度最搞笑的地方。他说，但是中国吧得先释放出善意，那这样呢我们才可以采取相应的动作。哎呦喂，我的老天爷你听听这个逻辑这就好比吧，立陶宛跑到这个中国的家门口捅了个大娄子，那中国嫌恶心，把这门咣当一声关了，不理他了。那现在他饿了呀，想进屋吃饭，他不先把这个篓子给补上，反而跟这个屋里面喊，哎，屋里人听着你得先给我端盘热乎的饺子出来，还得是这个猪肉大葱馅的，让我吃高兴了，我再考虑要不要把这篓子给补了。我就想问一句瑙塞达先生，你这个脑子里面装的是这个波罗的海的海水吗？还是装的浆糊你是哪根葱你有什么资格跟中国讨价还价？你现在是跪着要饭不是站着点菜，搞清楚状况好不好？要把这个事讲透吧，咱们得先扒一扒立陶宛这几年呢是怎么飘起来的，怎么就觉得自己能上天了。那这个国家满打满算不到300万人口，是要资源没资源，要科技没科技，要军事那就不提了，都不够咱们一个战区塞牙缝的。但是他有2个身份让他觉得自己呢灵魂升华了。一个是这个欧盟成员国，一个呢是这个北约成员国。他觉得自己呢有了这2层金钟罩铁布衫那就是有组织的人了。于是这种小县城暴发户的心态就开始极度的膨胀从这个2021年开始他就觉得自己是这个波罗的海之虎非要冲在这个反华的第一线。他干了什么缺德事呢？就是挂了那块破招牌，允许台当局设立所谓的代表处。各位，这可是连大哥大漂亮都不敢明着碰的高压线美国人吧坏是坏，但是人家不傻人家知道这根线上通着几十万伏的高压电，摸了是要死人的。立陶宛呢，他觉得吧自己是骨骼惊奇他是雷公转世
他非要徒手摸一摸，滋啦一声，结果怎么着？被中国按在地上摩擦了整整3年，被摩擦受不了了，他就开始哭爹喊娘到处告状他先去找美国大哥，你看我为了你冲锋陷阵，为了你的战略我腿都被打折了，你得给我做主美国现在是谁当家？特朗普那可是这世上最现实、最抠门的商人。他连这个加拿大、丹麦这帮亲兄弟的羊毛都要薅，连盟友的保护费都要涨，还能顾得上你这个穷的叮当响的立陶宛？在这个美国眼里立陶宛是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的。顶多吧算是个葱姜蒜，或者是做菜用的味精，用你的时候吧撒一点儿，不用你的时候直接扫进垃圾桶。接着呢，他又去找欧盟，大姐，你看我为了咱们西方的价值观受了多大的委屈你得给我伸冤我们要团结。这欧盟呢，一开始吧还装模作样，为了这个面子呢去 WTO 告中国。结果呢，到了这个2025年年底欧盟一看苗子不对，法国、德国那帮老油条呢都觉得为了你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跳梁小丑得罪中国，犯不上我们的奔驰宝马还要卖呢。于是呢，这欧盟悄悄的灰溜溜的撤诉了。这就等于当众给了立陶宛一个大耳刮子，告诉他你自己惹的祸自己扛着吧，大姐我不陪你玩了，再见。这下立陶宛是彻底傻眼了，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既然政治上玩不转了，没人带你玩了，那经济上总得过日子吧。可是这立陶宛现在的经济那叫一个惨不忍睹闻者伤心，听者流泪。你知道这几年立陶宛被收拾成什么样了吗？中国甚至都没有动刀子，那只是动了动小手指。第一，你的东西别想进中国市场什么牛肉啦、啤酒啦、巧克力啦、激光设备啦，通通退货，留着自己吃吧，吃到发霉为止。这第二呢，把这个官方关系降级，这就等于呢把你打入了冷宫，我就当没你这个人了。还有这第三这招最狠中欧班列改道。立陶宛呢，它有一个克莱佩达港，那可是它的命根子是它的生命之港以前吧，它指望着中国的一带一路，指望着中欧班列呢把这个货拉过来，它坐地收过路费，这日子呢过得是美滋滋的。现在呢，中国直接绕道了，宁可多走2步也不走你家门口了，没人跟你玩了。这个港口呢，现在就是个摆设荒草丛生，海鸥拉的屎都比集装箱多，谁投资谁血亏。连这个西方的资本家都不傻没人愿意往这个无底洞里扔钱。那这个经济崩了，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呢？数据摆在那儿了看着都让人心寒这个不到300万人口的国家，贫困人口激增，政府没有钱发福利了，这国库里都能跑老鼠了，那怎么办呢？这帮政客竟然开始默许甚至纵容一些见不得光的灰色产业，甚至有这个欧洲媒体评价为了吸引这个游客和这个外汇这立陶宛正在把自己的国家呢变成一个巨大的欧洲娱乐场。治安恶化，人口流失，年轻人都跑光了这剩下的只能在这个泥潭里挣扎。那为了生存呢，很多人都被迫走上了不归路这就是那个整天把人权、民主价值观挂在嘴边的立陶宛为了那点可笑的政治虚荣心，为了当这个美国的马前卒，把自己的国家搞得是乌烟瘴气这就叫作孽苍天饶过谁。最让人生气的是都到了这份上了，那个总统脑塞达居然还觉得这块破招牌是他的筹码，居然还想着用这个跟中国讨价还价。你先对我好，我再摘牌我只能送他一句话脑塞达，你是真傻还是装傻？一切错误呢都是立陶宛自己酿成的，通往中国的路呢只有一条，
无条件摘牌，赔礼道歉。除此之外啊，没有第二条路。你想站着把钱赚了，对不起，你没那个实力。想跪着把钱赚了，那你得先跪标准啦，姿势不对啊，我们都不看的。你看他那两个邻居啊，爱沙尼亚和这个拉脱维亚，虽然嘛也没少跟着起哄，但是人家起码脑子清醒啊，没敢碰台湾这根红线。那现在人家呢，虽然日子也不好过，但是至少吧，没有像立陶宛这么惨呀。在这个地缘政治上，波罗的海的地方从来就是大国的拳击台。历史上一会儿呢是归这个俄国，一会儿呢归德国，三小国的命运啊，从来都是被支配的。其实吧，中国呢本来是可以成为它的保护伞的。当中国的影响力啊辐射过去的时候，对它是百利而无一害。如果真有这个极端情况，那中国说句话，那还是相当有分量的。但是他呢，偏偏把这个唯一的善人给得罪死了。至于他现在啊，想找这个中国自救，还想让中国先示好，哼哼，我给他支个招啊，正如现在有些网友说的，他不是跟这个台湾关系好吗？他不是为了台湾肝脑涂地吗？那去找这个台湾帮忙啊，让那帮青鸟啊去这个立陶宛创造这个 GDP 啊，一人买一吨立陶宛的朗姆酒，一个人啊买10斤立陶宛的牛肉，很难吗？这才是检验他们所谓的民主友谊含金量的时候呢。别到时候台湾也没钱，美国也不管，欧盟也不理，那立陶宛啊，可就真的只能抱着那块破招牌啊去海里喂鱼喽。好啦，今天这出笑话啊就聊到这儿啦。我是香兰，我们就等着看这帮跳梁小丑啊还能演出什么戏。我们下期再见。